固执。丸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接你回家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工作太累了，想找你充个电呗。那你就躺着吧。这谁呀？大半夜老给你发微信呢？没有广告。张毅，我总觉得丁野要出事儿，他微信不回，短信也不回的。又是这丁野啊！你给他办那读书会不都办完了吗？我觉得他有点不对劲。他不是天天不对劲儿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他这次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丸子，你会不会觉得你对这个丁野有点太敏感了呀？希望吧，希望是我敏感。怎么了？生气啦？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一刻怀疑过我们的感情，只是有时候我在想，你选择跟我在一起，有没有可能，只是因为你习惯我了？再或者，你是不是只是怀念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而已？蒋毅，你怎么这么想啊？好，你要说习惯，那我更习惯以前我们是朋友的时候。你要说怀念，我更怀念我们在一起之后的每一天。我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从小到大这一点没有变过。我以为我不说你也会懂的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行，那你实话告诉我，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至于你这么帮他？我答应过他不能告诉别人，但是你放心，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，到时候我告诉你好不好？黄英子，也许在你心里，可能还是朋友比较重要。不是，蒋毅。如果要是这样，不如我们做回朋友吧。走了。哎，蒋毅。英子，丁野最新的报道你看了吗？什么报道？之前爆出他猥亵那个女乘客的编辑又放出新料了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挖出的丁野的黑历史，还一字一句的抠你的文章，分析言外之意，现在全网都转爆了。前人妻作家丁野，不为人知的黑暗过往。文章里还说他大学时候逼死过自己的好友。这怎么可能嘛？这一看就是在乱写。
是真是假我不知道，但单从这篇文章上来说，分析的有理有据，足够满足那些吃瓜群众的想象。我给丁爷打一个电话。别着急。你说他这个人怪吧？他把他之前收藏的书啊，全送给我了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些书都是他以前费老大劲淘回来的，说不要就不要。全都不要了？当时他说以后再也不会看了。那他还说什么了吗？哦，对了，他还有2本书要送给你。啊，就是这2本。他之前有这样过吗？哎呀，他最近确实有点怪。你说一个作家啊，遇到点创作瓶颈也很正常，可他怎么就走不出来了呢？他有没有跟您说过他要去哪儿？没有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喂，丁爷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人在哪儿呢？我正去找你。丁爷，我知道你看到网上那些东西了，我也看到了。你不要理那些人，那些人就是瞎写的，为了博流量、博眼球。医院清单已经都完成了，别再来找我。丁爷，喂。如果人死了以后都能像经络一样，将肉身回馈大海，在海底得到宁静，那死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。海浪声。进。可以，有件事儿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坐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呀？我想请你帮我办一场展示会，关于空中制成加密的部分。我也正想找你说这件事儿呢，怎么突然想通了？我心里有数。如果这次没办法给公司一个交代，这个项目就一定会被叫停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再耗了。我知道了。就这事儿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丁野今天早上突然把他所有的版权收入都转到了一个基金会的名下，但奇怪的是，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是一个遗产律师，他好端端的，干嘛要处理遗产呀？你在哪儿？我江州岛沿海这边。什么？你这信号不好。
烟在哪儿啊？喂，喂，张毅，喂，丁爷。 每当夜色降临，那些不同亮度、不同色温的灯光，因为距离，在视网膜上留下不同的印记，组合成了一幅变幻莫测的霓虹地图。他走上高处，眺望前方时，却发现，原来所谓璀璨的城市灯火，其实早就不复存在了。在鲁东眼前的，只是成千上百万只在飞翔、纠缠、竞争、死亡中不断循环的夜光虫。感谢我们的吉他伴奏石小焕。回来！你怎么忽然找来了？担心你呗。不生气了？昨天是我说话太重了，小心眼了，对不起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不说这个了。你有丁爷的消息了吗？我找了一圈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有点担心。担心他想不开啊。你知道了Chloe 跟我说他正在处理自己的遗产，我大概猜到了。不过你确定他在这儿吗？我跟他打了最后一通电话，我听到了海浪声，所以我想碰碰运气来找一找。那你这不是大海捞针吗？就没点别的线索啊？他给我留下了2本书，这2本。这是什么？走，快走！丁爷！丁爷！别着急，他也不一定在这儿。丁爷！我不是让你别来找我吗？你电话里跟我说，
遗愿清单完成了，我就以为你之前不是问我那个清单是不是真的？清单是真的，但不是我。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叫施小花。我喜欢文学，他热爱音乐。我知道，你最好的那个朋友。那现在这个石小焕，这人在哪？他死了。自杀。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，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小焕的音乐很神奇，伴随着他的琴声，我读着自己的小说，那些文字仿佛也会变得更深邃、更悠远。没有他的陪伴，我不可能得到一丁点儿的灵感。你的新小说写得怎么样了？我觉得前3版已经把我的灵感都用完了。我又不想做那种重复自己的人，但我实在不知道该写什么了。人不经历痛苦，就永远看不到真正的自己，更创造不出来更好的作品。要是有一天，我没法再当你的读者了呢？为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出去走走。你走你的呗，走走看看都有好处。你见过蓝眼泪吗？没有那什么。他们说那东西很美，美得不真实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原来小焕一直就有严重的抑郁症。那天也跟往常一样，我还是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我自己的小说，小焕就在旁边默默地听着。但后来我才意识到，他是在向我告别。小焕走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，只留下了这一张遗愿清单。所以你那个遗愿清单，是你那个朋友的？对，这是我俩小时候开玩笑写的，但讽刺的是，这张玩笑般的清单成为了我和小花和这个世界唯一的连接。我花了10年完成了清单，我以为我会得到解脱，会有一种满足感。但我刚才站在海里，望着大海，想着小花，我只感到空虚，绝望的空虚。我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？我还能面对，我还要面对。要不我就跟小焕一样，一死了之，一了百了，反正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。但我不敢。听你说完，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感受我可以理解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也经历过似的。行了，反正试也试过了，咱就别折腾了。我那意思是，如果你那朋友还活在世上的话，他肯定不希望你这样，他肯定希望你能活得高高兴兴的，带着他那一份义气，尽兴的活。没错，你朋友肯定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么消沉，他一定希望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没有读者，作者就没有意义。你怎么没有读者？你有很多你作品的忠实读者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还有他也是你的读者。
丁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小欢一直想把你从黑暗之中拉出来，所以才有那份遗愿清单。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脸黑得像一张扑克牌似的。但是后来我们去玩过山车、海洋馆，还有看日出，我可以看到你内心的开心。我想这就是那份遗愿清单的意义。就是你看看，这日落多美啊，是吧？是啊，日落跟日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但它们都很美。讯息每晚都在变化，可是并没有任何指示能让鲁东再次找到张凡。跑步不是为了寻找，因为鲁东并没有方向。走吧。去哪儿？谢谢你们。今天你们的突然出现，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人在乎我。要我说，这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嘛，有这么多美食值得我们去发掘，还有这么多新朋友值得去交，不是吗？新朋友说的是你们。难道不可以吗？其实你也不用谢谢我啊，我们两个算是扯平了。我高中最低谷的时候，是你给我回了封信鼓励我，我也就做了跟你同样的事情而已。我之前不就跟你说了吗？那封信真不是我写的。明白？你觉得那时候自己写的信比较恶心，现在不想承认是不是？懂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不是，那时候给我写信的人太多了，我又不认识你，怎么会特地给你回信呢？不是你写的，那是谁写的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是你的某个仰慕者。那时候喜欢我的人，刘晓星、周保明，还有一个就是你了。那封信是你写的？不是，怎么可能是我写的？行了，别秀恩爱了好吗？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没想好呢，可能书写我新的故事。那可以透露一下吗，大作家？还没想好，但你愿意做我的第一个读者吗？没问题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干了。所以当初丁野给我回的那些信都是你写的？是啊，谁叫那时候有个人天天愁眉苦脸？
在我身边转悠，闲得烦。那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也是那个人，信誓旦旦的跟我说：“啊，我总有一天能见到丁野的。我读他那书那么有共鸣，我们早晚一天能成为朋友的。”你那时候自信心那么爆棚，我实在不忍心打击你，好吗？模仿他的字，模仿的一模一样，很辛苦吧？随随便便吧，他那字儿，狗都能写。原来当初把我带出学业低谷的人是你这个小学渣呀！所以你一直瞒着我那事儿，就是他这遗愿清单啊。是啊，答应别人的事情要言而有信嘛。可对不起啊，让你吃醋了。谁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还记得小时候我给你起了个外号吗？什么外号？犟鸭子嘴，犟鸭子嘴，你。哎，行了，走了。不是咱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？这都是哥们干的事儿，你以后别老搂着我。哦。过来。这样可以吗？你今天在海边找我，肯定找了很久吧？还行吧，你那么大一个，一下就发现。去你的！韩线那么长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我不要再玩流水转了，那都是幼儿园小班玩的游戏，我们都大班了。那你想玩什么呀？我们来玩老人抓小鸡吧，我当大老鹰。不行，我们都跑不过你。我们来跳舞机吧，那都是女孩玩的游戏。那我们来玩捉迷藏吧，谁藏到最后谁就赢。我不要藏，要是把衣服弄脏了，妈妈该说我了。那你来抓我们吧。那好吧。99、98、97、96、95、94。黄雨姿，你去哪儿？我去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。89、88。3、2、1，开始喽！走吧，嘿嘿，找到你了吧？走，我们找人去。你们都没找到黄英子吗？没有。他是不是已经回家了？对，他肯定是为了赢我们，所以先跑回去了。上次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也回去吧。再不回家，我爸妈要着急了。那我们快走吧。
是有大人来接我们了。我还以为你们就叫我走了呢。不会的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别哭了。没有想到啊，小蒋毅，那个时候对我心生歹念了你。谁对你心生歹念了？你那时候哭的稀里哗啦，冒个大鼻涕跑，谁喜欢你？那你说，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不记得了。怎么可能不记得？是我在台上演话剧的时候，还是我跟别人打架的时候，还是……哎，都不是，都不是。你连喜欢我这么重要的时刻都能忘，真行。你要真让我说，可能是从还没意识到喜欢这2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就喜欢上你了。还想跟我做回朋友吗？当然不想。但我觉得做朋友挺好。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。小的时候遇到了你，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后来我们中途散了，空白了几年，但还是遇到了。现在，我们既是最好的朋友，又是最好的恋人。蒋毅，那天你说，在我心里，是不是朋友比恋人重要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你在我这儿，比朋友、恋人都重要。所以，你是双倍的重要。双倍的重要啊！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陪黄英子去找丁野。找丁野？他去哪儿了？江州岛。这么远？他不会真的想跳海自杀吧？你看你，这自杀的人有，像你这样大半夜跑出去救情敌，还把自己弄感冒的，你是头一个。真应该给你颁一个本年度最大毒男友奖。其实我也不是为了丁野，我是为了黄英子。为了莹子？你想想看啊，如果丁野真要是在黄英子面前自杀了，黄英子会怎么样？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第2次。所以今天也算是逃过一劫。哎，这谁的仙人掌啊？你的。哎，这次呢，公司评选的高级记者只有2个名额，就是你跟张依然。所以这个是您给我的生日礼物啊？那倒不是，是丁野。丁野，他来咱们公司啦？他让我给你带个话，这一次他要主动约你做一次采访。谢谢主编，我知道了。挺好看的。你们以前做那种人物专访，
是不是都会找一个很大的摄影棚，然后打很多的灯，架好多机器？是啊。那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待遇？我猜你不喜欢。那你再猜猜，我为什么送你仙人掌？为什么每次采访到最后都变成你采访我了？因为你是这么多年来为数不多可以给我答案的人。所以是有奖问答，那仙人掌是给我的奖品是吗？我上高中的时候养过一个仙人掌，在教室里。后来退学了，我回去收拾东西，发现它已经死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就给它办了场葬礼。这确实是像你干的事儿。以前我觉得自己跟仙人掌一样，不用浇水，不怕冷热，浑身是刺，谁都不敢惹。但那天我才发现，原来仙人掌也会死。仙人掌当然会死，任何东西都会死的。不久之后，你就写出了《梦境运的人》，成为了最年轻、最有人气的畅销书作家，已经很厉害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没有中途退学，大家还会这么喜欢我吗？或者说，大家到底是喜欢我的文字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他们喜欢的，只是一个辍学的大学生成为畅销书作家这个新闻，然后通过这个新闻，可以把我虚构成一个想象中的人，而一旦我脱离了这个想象，就会成为一个十足的失败者。但这些都是构成你的一部分啊，让人失望的那一部分，也是你啊。他跟你说过一模一样的话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有很多事情我想不明白，但现在慢慢都有答案了。现在，你还会害怕让人失望吗？当然怕。但能怎么样呢？能心安理得的让人失望，也挺酷的。恭喜你，又成为了那个满身是刺的仙人掌了。那你呢？上次我问你的问题找到答案了吗？你想知道的那个答案，到底是为了你朋友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一开始的确是为了我的朋友，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它已经变成我人生中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了。手掌心相对，呼气时让你的胸腔上提做后弯，眼睛看大拇指，保持3、2、1，吸气还原。呼气，身体向前向下做折叠，双手去握住脚腕。我 OK。好，抬右脚起，手抓我们大拇指，向右侧打开，同时松开左手。这我真的不行了。对的，这是保持，加油。身体向前向下，右脚推手背向后，进入到单腿舞王。呼气，身体向左后弯，来到反战式，眼睛看大臂打开的方向。你没事吧？好，我们这节课没事，上到这里哈，非常 OK， 大家可以休息。终于完事了。喝水。怎么样？好玩吗？挺好玩的。男孩练瑜伽的比较少，你们一般不都撸铁打球吗？我觉得练瑜伽就挺好的，环境优美，空气又好，我可以在这儿吸天地之灵气，采日月之精华。我看啊，你是放心不下我吧？我 OK 的，我已经翻篇了。梅雨，你比小时候坚强多了。有吗？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也挺坚强的。是，你是嘴坚强。你小时候是父母眼中别人家的孩子，目标明确，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这也是我最羡慕你的地方。现在的你呢，更平和了，这种反差
还挺吸引人的。那我工作这么多年，也没有吸引到什么新朋友。那我做你的新朋友吧，我们重新认识一下。那新朋友，你准备好下次过来跟我一起练瑜伽了吗？我没问题啊，那你可得陪我去种地。我也没问题啊。走。啊？现在？我知道，一直以来，大家都在质疑我在迷宫里面加密的彩蛋部分。有人说我接私活，有些人指责我抄袭。所以我就把这部分内容摘出来，算是给公司的一个交代，也是变相对这个游戏的一个澄清。我很好奇，迷宫的世界观这么宏大离奇，为什么偏偏选择小城作为最后关卡的主场景？这是我在最初构思的时候就想好了的。没有这座小城，就没有这个故事。蒋毅，还记得你第一次到 ATG 面试的时候，你说你想回到这里，找到对游戏的初心。我想知道，你的初心是什么？为了我的一个朋友。